海峡，欧阳夏丹被清理出央视，有卷入高官案件。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简报。近日，央视网更新了央视主持人大全，其中海峡、欧阳夏丹等多位耳熟能详的名字已退出央视主持人行列。海峡此前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播音员主持人管理中心副主任的新身份公开亮相，而欧阳夏丹则从央视主持人的工作岗位上消失已久。知情人士说，欧阳夏丹曾被调查涉及高官的案件，后来被别的高官保出。据了解，2023年1月1日，欧阳夏丹正式入驻抖音，在第一条视频中写道：身体和心灵两个都要在路上。2023加油！截至目前，接近半年时间里，共发布了83条短视频。在欧阳夏丹发布的视频中，有部分名为夏丹小课堂，为艺考学生做相关培训。下方有网友留言指出，欧阳夏丹目前在一家艺考机构任职。随后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这家艺考机构，对方工作人员称，欧阳夏丹确实在中传一家代课，但没有入职，相当于合作授课。他可能跟北京那边的校长是朋友或者同学，具体我们不是很清楚，人家没有在我们这边全职入职。中传一家工作人员回应，欧阳夏丹比较热爱教育，而且多年从事播音主持行业，可能看到学生能给他带来很多生命力、活力，所以就比较热爱传授知识。他不仅在机构里面，还在短视频平台分享很多经验，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分享给所有人。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他不清楚欧阳夏丹从央视离职的具体原因，也不知道欧阳夏丹在中传一家代课是否有酬劳。北京中传一家博文传媒艺考学校创立于2015年，前身是2009年创办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博文传媒艺考学校。近年来，该校多名学员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级卫视。央视网介绍，欧阳夏丹籍贯为广西桂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2003年8月进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2009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节目《共同关注》。2011年担任新闻联播主持人。今年2月1日，有网友在欧阳夏丹发布的短视频下面留言，教育可以是未来你的方向。欧阳夏丹回复同意，我加油。也有网友在视频下方评论称，无论是新闻主播，还是现在课堂播音老师，你的选择大于一切。欧阳夏丹回应，一切皆有可能。与此同时，欧阳夏丹经常分享跑步运动的生活状态，在视频中他说道，前段时间去了不同城市旅行，在跑步中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修炼和滋养，而生命其实也就是一场旅行。请大家继续收看社会简报。网红漫长的走线，中国人的逃亡之路。河南网红陈少天，人称国骂哥、天哥，近期从土耳其启程走线前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本周一成功抵达墨西哥。他说将于次日进入难民营，稍后提交政治庇护申请。本周日还在危地马拉的河南网红天哥，周一已经抵达墨西哥境内。当天，天哥一行期8个来自中国的偷渡客被蛇头安排在有意养猪场的休息站。他说，还有其他国家的难民，下完车就把我安排在这里。这里应该是养猪的地方，这边的大门关起来了。这个讲葡萄牙语的人带了3个小孩，很辛苦。5月17日，天哥从土耳其伊斯坦堡抵达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开始了漫长的走线。3天后抵达哥伦比亚麦德林，28日抵达巴拿马，1天后抵达哥斯达黎加，6月1日进入尼加拉瓜，4日到洪都拉斯，3日到危地马拉，4日进入墨西哥。天哥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已经到了美墨边境地区，墨西哥东南部城市塔帕丘拉。我已经到塔帕丘拉，我6块钱打了一辆车到酒店住下了，明天或者后天去难民接待站。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南美洲难民为了脱离暴力跟贫困，跋山涉水要逃到美国，墨西哥则是大部分逃往美国的必经之路。今年以来，许多中国人也走这条逃亡之路。蛇头安排交通工具沿途放哨，避开警察。天哥说，一路上蛇头安排行程和交通工具，有摩托车开路充当瞭望哨，躲避警察盘查，蛇头带领，在大巴上，前面有骑摩托车放哨的，后面有收尾的，安排很周全。在进入墨西哥之前的2天，躲避警察盘查比较多。因为进入墨西哥前，有警察上车搜查2次，都没怎么强制要钱。他先看你的护照，看完后就向你伸手，向你比划要钱。我 no 摇头，他就问下一个人要钱。天哥说，也有警察把他们车上的人叫下车，逐一要钱。
把你带到车后背影的地方，连蒙带吓的直接拉开你的包，掏钱。我给了$20。据知情人士披露，中国人偷渡美国已形成了规模，而且向专业化发展。各国境内专门负责接偷渡客到墨西哥的地下组织，从土耳其启程，途经国都有人固定蛇头接应，采用接力方式，把偷渡者平安送到目的地。天哥说，如果从离开中国第一站作为起始点，专人护送收费20至30万元人民币，称为大包；如果偷渡者自己找酒店，自费食宿，则称为小包。他选择了小包。天哥说，蛇头安排得很周密、详细，尤其进入墨西哥之前的危地马拉，他们的巴士前有3辆摩托车放哨，在各个路口。骑摩托车的都有对讲机，到下一个路口，摩托车先到，看有没有警察。他们接洽都很好，你在哪里上车，哪里下车，都有蛇头在那里等你。每一路段有专人，蛇头负责，下一段就另外人负责。到交接口就有蛇头等着你，给你安排酒店。各国蛇头用微信交换信息。天哥还说，在他走线过程中，每一个国家的蛇头给偷渡客拍摄一张合影，发给下一站接应的蛇头，以防止不付钱的偷渡客混在其中，也为了确保偷渡客安全。前后站交接之前用微信联系，他们不会多收费，也不会骗你，唯一在路上遇到黑警，谁也控制不了。蛇头交代我们把钱藏在大巴下面的一个箱子里面，黑警上来要钱就说没有。天哥说，途经国沿途有红十字会，每到一地都能得到红十字会提供的水和基本药物。他希望获得美国政治庇护之后，服务于红十字会，帮助更多的人。现年48岁的天哥，本名陈少天，多年前他因在境外社交平台推特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囚14个月，去年刑满出狱。近期从中国外逃的还有一种是经济难民。据一位学者对本台说，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美洲移民潮，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加大、社会竞争激烈等因素，导致一些人想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而选择通过中美洲地区前往美国，可能是因为这条路线相对较容易，且能够避开一些传统的难民途径。但实际上，在墨西哥申请难民身份并不容易，并且成功率也比较低。请大家继续收看社会简报。4个人乘坐的飞机直闯华盛顿禁飞区之谜，军方据做详细说明。美国中文网报道，周日下午，一架失控、无反应的商务飞机闯入华盛顿特区禁飞区，导致军方紧急派出战机驱逐。该飞机随后在维吉尼亚州荒野坠毁。佛州商人和知名政治捐款人承认，自己是坠毁的塞斯纳 Cessna 客机的所有者。维吉尼亚州警方称，他们没有在坠机现场发现任何幸存者。根据联邦航空记录，这架飞机登记在位于佛州墨尔本的 Encore Motors 公司名下，其所有者是约翰 John 和芭芭拉鲁佩尔 Barbara Rumpel， 不过坠机时2人都不在飞机上。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简短采访时，约翰鲁佩尔证实他是 Encore Motors 的老板，并表示他的一家人当时都在飞机上，包括他的女儿、一名孙女和其保姆。鲁佩尔称，我们对坠机情况一无所知，我们正在向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提供信息，必须保持信息畅通。每日野兽援引联邦选举委员会记录报道称，芭芭拉和她的丈夫都是佛州知名商界人士，过去几年里，他们向多位竞选联邦公职的共和党候选人捐款，其中包括向前总统川普及其政治组织捐赠的数十万元。2020年，这对夫妇曾向川普胜利行动委员会捐赠逾25万元。芭芭拉与川普政府也有直接关系。他被列为一个枪支权利运动组织的联合主席，该组织名为川普彭斯第2修正案联盟，支持前总统2016年竞选活动。事故发生后，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塞斯纳 Citation 飞机周日从田纳西州伊丽莎白镇起飞，前往长岛麦克阿瑟机场。最初，这架飞机没有引起注意，直至其飞入国会大厦附近的限制空域，促使五角大楼迅速做出反应。至少有1架 F-16紧急起飞，迅速达到超音速，造成了震惊整个地区居民的轰鸣声。事件发生后不久，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表示，这架民用飞机在下午3点20分左右被拦截。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ABC 新闻，五角大楼的一名飞行员看到塞斯纳飞机的飞行员晕厥，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国会警察和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证实。在被拦截后不久，飞机坠毁在维吉尼亚的荒野中。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飞行员失去知觉。4名最先抵达维吉尼亚拉斐尔附近坠机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 CNN，
失事客机留下了一个深坑，他们认为该飞机撞击地面的角度非常陡峭。救援人员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称飞机上可能只有4块可辨认的残骸，其余残骸不超过手臂大小。救援人员还发现了人类遗骸的痕迹，目前尚不清楚什么原因导致飞行员失去知觉。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都在调查这起事故。请大家继续收看社会简报。独生子女体面养老多少钱够用？专家报惊人数字。财经，虽然目前才30岁出头，但已感觉到生活压力爆棚。已在上海工作多年的90后林夕感慨，目前房贷、车贷、养育小孩需要很大的财务支出。我们现在就希望家里老人身体健康，父亲目前已65周岁，但退休后返聘，依然在努力工作赚钱。谈及未来养老，林夕表示，即使目前有固定的工作和薪水，但考虑到未来养老到底需要多少钱，老年生活会怎样都令人焦虑。未来养老大概率只能靠自己，总感觉要多存一些钱，才不至于让老年生活太局促。林夕并非单独的个体，他的背后映射的是80、90后这2代人的群体性养老焦虑。大多已进入而立之年的他们，在拼学历、拼就业、承担高房价社会压力之时，亦不得不直面养老这一终极难题。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其面临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面对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的到来，80、90后规划养老的第一步，即是要清晰地判断养老需要多少钱。感觉在上海退休估计300万都不够用。80后的云清在一家资管公司做投资工作，每天穿行在陆家嘴区域。他表示，目前公司为员工交的养老金仅仅是强制储蓄的一种补充渠道，叠加通货膨胀，要想提高养老生活水平，还得靠工作时期各方面收入和投资理财的积累。他表示，等80、90后年老之时，庞大的老年群体需要大量的养老院、护理人员配套，根据现有人口比例测算，彼时适龄护理相关行业人员数量将供不应求，护理服务将成为稀缺资源，价格亦将迅速提升。与前几代人相比，80、90后是当代社会最有活力的群体，更加注重人生的自我体验感，其对老年生活有更高质量的期待。中国城市养老服务需求报告下称，报告中披露的数据显示，近70%城市居民认为年轻时就应该规划养老财富，30至39岁人群已成为考虑养老问题的高峰年龄段。初为父母、父母生病住院以及自己住院3种情况下，人们对养老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明显提升。未来如何规划养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秉正建议，普通居民投资可以遵循4-6比例，即 60% 去投资权益类产品， 40% 用于固定收益类投资，建议一定要做一个投资组合，若希望能够跑赢通货膨胀，一定要把适当的比例放在权益类投资上。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指数类基金是很好的选择。我们真的不建议退休老人自己去盯盘、买债券、买股票，建议一定要做一个投资组合，可以买一个指数基金。部分排名前10的指数基金从成立以来的年化收益率都在 8% 以上。300万存款够养老吗？作家牧童表示，80、90后生活在时代的断层里，养老问题大概率需要自己解决。等他们有一天没有工作能力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时代的变迁，大概率没有能力负责这一代人的养老。那时如果没有钱，长寿便意味着又老又穷。为了避免又老又穷，首要解决的问题即养老究竟需要多少钱？2023年初，一则关于上海市80后丁克夫妻存款300万元后提前退休的消息，一时间刷爆网络，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出质疑，300万存款，就算有车有房无贷款，可能也不够花。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曾表示，类似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钟伟给出的解释是，通货膨胀让一个人少壮时候积攒挣下的钱，老来不足以安度晚年。富达国际联合蚂蚁财富曾在中国做了一个样本容量近3万人的调查，结论显示，对于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希望过上舒适的养老生活，在不考虑投资的基础上，至少需要163万元储蓄资金。其中 22% 的人认为拥有100万至200万元就可以， 18% 的人认为100万元以下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但同时也有 6% 的人认为700万元才能起步。当被问及多少钱才够养老之时，85后的罗南表示，难以测算，
这和退休时的养老政策和养老金水平息息相关。其举例，假设到时没有任何养老金支持，不计通货膨胀，以100岁来推算，离65岁退休还剩35年时间，假设每个月需要2万元的生活和医疗开支，总计840万元。如果国家通过养老金和医保支持 50%， 那个人还需要存420万。未来如果在房价高的城市也有类似国外 reverse mortgage 以房养老的方式，那个人未来养老压力将进一步减少。一位券商高层表示，每个人养老规划的资金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出，以90后举例，其未来还有30年左右时间退休，但30年以后的物价会飞速上涨。若按目前每个月需要消费1万元举例，按照货币通胀率 3% 至 6% 来计算，30年以后每月则需要攒下5至6倍的资金。绝大多数人养老250万就已足够。这是家住杭州的80后徐明在仔细计算系列数学问题，并且罗列了各类生活成本后给出的答案。据其计算，每餐绿色环保食物，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按照60岁退休活到85岁，那么每天的生活费用按照120元，其他费用80元计算，则累计需要146万元的生活费，再计入100万元的意料之外的看病就医等费用即可。养老金是否够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问题，在不同国家、地区，依据健康、家庭情况的不同，需求也不同。同方全球人寿副总经理彭博义表示，一般来讲，养老金的替代率在 70% 到 85% 之间，生活品质大概率不会下降。不过，我们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概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养老金替代率从 70% 迅速下降到 45% 左右。假如单纯依靠养老金来养老，那么大家退休以后的收入相比之前会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具体到个体来看，彭博举例，诸如80后夫妻，养老不仅仅是储蓄问题，还要考虑到余寿，资金需要用多少年，同时还要考虑长寿风险。近年来，平均寿命大概每4年到5年就会增长1岁，上述80后夫妻可能还要面对40年左右甚至更长，即要考虑长寿带来的养老金的增长和健康支出。错过房地产红利社保养老金作用下降，男女同龄65延迟退休60后国家养老，80、90后自己养老，未来一对夫妻需要赡养4个老人，拉扯3个娃，带9个孙辈。微博网友如是调侃80、90这2代人遇到的生存困境。80、90后养老，为什么相较于以往几代更难？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城市老龄化日趋严重，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谢谢大家收看社会简报。